回避型的本人，來，王婷，其中一個，來，這才重要。好 ，Maple 的话，他是说，只要有人打電話或傳訊息的時候，其實我內心都會超害怕。遇到衝突，我選擇的都是不回復跟冷處理。如果不去面對的話，可能就沒有衝突。那你為什麼要談戀愛呢？對啊，如果你什麼都怕，對啊。介紹開場，歡迎收看《眾朋友們今年 MV 來這邊。今天這一集的話，主要是因為上一次回避型人格，然後我就想說，那問一下大家是不是真的有排山倒海的信件？是不是？受害者之外，本人回避型人格本人知道自己是回避型，那他也蛮好的，他知道自己。我们等一下結尾的時候會講回避型人格，他們在想什麼？他們在想什麼？有跟大家講，歸納了幾個，就是有關於回避型人格在各個期會發生的事情。第一個，你們聽一下。第一個的話是曖昧期，他就說他們所有人來信都說，回避型人格在一開始曖昧期的時候，就像表姐說的，都是完美情人。小梁他說他跟那個回避型人格的人曖昧1個半月，每天聊得火熱，都很像就是都是情侶啊，然後就關係都非常好。他想說那這樣應該是要交往了，就但他就暗示他，只是暗示他說，那我們要不要穩定下來？就這個人就完全消失，就這樣消失了，就消失了。韓國遠距女生她說，她曖昧初期的時候，就是每天聊到掛睡，然後交往以後每天只願意視訊1分鐘。問她說1分鐘，她說每天只能講1分鐘的話。問她說，為什麼只能1分鐘？她說因為我就很愛睡覺啊。另外是，然後她就問說，那你跟我曖昧的時候，你每天掛睡是怎麼回事？她說因為我們在曖昧期還沒有交往，所以我對你沒有責任，我才可以做這個事。對，的確是。對，就這個模式。第三個的話是他們確認關係後的時候，有一天一個粉絲說，他的媽媽就問那個人說，那你們現在是什麼關係？然後就後來那個人就回他媽說，我們現在是朋友。但他們倆已經交往嗎？已經交往了，但他跟他媽跟他朋友是講說，我們是朋友。這樣算回避型嗎？這已經算是不 OK 型了。不 OK 型。接下来下一個的話是交往的時候曖昧，回避型人格會有哪些事情？下一個的話是時間錯位的戀愛。桃園李白說，他男友不讀不回是日常，早上上班回說，我上班了，我就過3天。男友回說，好，路上小心。3天。然後已經在他下班的時候回，然後他心想說，看你這個人到底有什麼事？3天可以嗎？3天，我1天就火大3天。那你們可以接受多久？沒有，你就是好，你上班幾點幾點，那個中間你不回，OK？下班要啊。下一個的話是他們這個類型的人都會逃避衝突，吵架的時候就會完全不接電話、不回訊息、冷暴力。每次有矛盾的時候，他第一時間不是解決了，直接消失6小時，然後出現了以後直接當沒事，回話很冷，超簡短。對，這個算是嗎？是，算是。那怎麼辦？換一個。沒有，完全我覺得沒有任何可以治回避，就瀟灑大步，就只能滾而已。沒有，我覺得回避型人格必須要自己去改變這個原生家庭造成的傷。可重點是他們有沒有想改變啊？我覺得很多人是沒有意識到自己需要改變。對啊，因為他們不太會受傷。因為他們的模式害怕受傷，對，因为他们的冲突，对，他們的模式都是在傷別人，所以他們不太會受傷。這樣雖然是好處，可是壞處就是你永遠無法真正的靠近別人的機會，我永遠都在逃避或是什麼的。因為他把親密關係視為危險，對，他把交心就是視為危險、危機這樣子。對，下一個是情感疏離，就是吵架的時候男友沒有消失，因為我們就同居。但他在我旁邊，但他靈魂都下線，差不多。就是我每天跟他講話的時候，就是我跟他講，然後他就像是木頭或者是牆壁一樣。我不開心的時候，他也不會安撫，只會裝沒事。躲不過的時候，就是說我現在不想講這個，讓我覺得我自己在無理取鬧，每次意見不合都不講話，和好後就是都當沒事。然後但突然有一天就是說，我覺得我不愛了，要做朋友。我朋友差不多也經歷這系列，但是他更慘，因為沒有同居，就他就1周只能可能見1次。或2周見1次，然後1天只會1次訊息這樣。哇，1次訊息真的很少錯過這個機會要怎麼再跟他聯繫啊？對，因為如果是曖昧型，你就說那這人就不 OK 啊。但他是交往就不行啊。這個人只能1天只能聯絡1次，某一天都不會想着說這樣還是我要的感情，然後選擇大步的離開嘛。他們都覺得他們做錯了，對，對，他們會以為自己做錯。他是不是就真的很忙？他就真的很累，他下班就不想要用手機啊。大家因為回避型人格就跟回避型人格交往就好，他們1年見1次就好了，1年只通話1次，不是死前道別。對，比在牢裡還少這樣。你們有沒有回避型人格的 App 啊？你們可以去，應該沒有人會上線吧？大家回避
一沒有就是嗨拜拜嗨，沒有，他們出席是100啊，他們在100的時候會相遇，然後等那個交心那 moment 砰0的時候約出来見面。沒有，這個 app 永遠沒有人出來，或是譬如說你跟他講你的煩惱，他覺得我沒有要聽你的煩惱。下一個就是這個，對，過度的理性跟強大的獨立，拒絕依賴別人，也不希望別人依賴他。對，譬如說你跟他講，我今天工作的那樣，他覺得 Oh my God，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這些？但是如果他有這個事情，你要聽。那我想要問這些受苦受難的人，你们因為初期在曖昧的時候，不是 maybe 有時候會講一些就煩惱或是一些你知道祖宗18代的那種傷痛的故事嘛？那這些回避型人格，他們有展現出就極度關懷，對啊，有沒有展現出來？因為如果他那時候就 shut down 的話，那就應該有吧。但如果回避型是这樣曖昧100，那是不要跟他們交往。如果我喜歡這個人，可是誰知道他是回避型？因為100就是100。因為如果有人曖昧的時候對你100，你當然是先選。對啊，當然就會沉船啊。因為太激進，我會害怕。我也是激進，因為我反而是怕是恐怖型的那一區。對，大家都講激進，比如超出人類的負荷，比如說每天你說買一棟摩天大樓給你，可以 OK 吧？可以吧？你不要，我不要啊，是嗎？没有，我朋友曾經，比如說他去工作，然後就那個人正在外面等他，然後在車子上面睡覺，睡了8小時。8小時，因為我朋友是要一個比較長的工作，哇，完全沒辦法，因為我覺得太恐怖了。沒有，他如果說我是因為認識你，發現我的人生才有彩色，之前的拜，好可怕，拜，這不重要，重點是回避型。到底 Who cares？他只有8小時啊，每次回避型，他焦慮型吧？他没有，他黏 TD 型，黏型。他会找一個焦慮型的啦，他是找一個焦慮型的。黏型。好，人皆慶幸。下一個的話是分手，然後分手的時候有幫大家歸納出這些粉絲說他們的分手金句是什麼。第一個是完全不說話，就是直接消失的這種。哇，好賤哦！他也超多粉絲，所有人都留說。回避你在消失嗎？隔天就沒死嗎？沒有死，完全都沒有交往，全部都交往。然後超多粉絲留言都是說他超愛的，上一秒說超愛，隔天不見，或者是明明就是關係很好，說要一起出國，但是卻沒有出現在機場，都沒有了，也沒有聯繫。我會把他挖出來，我會把他挖出來。哇，好賤哦！還是分手。然後下一個機場我會大爆炸，我會整個發火。對，第二個的話是哭着超多，哭着說再也找不到這麼好的你。但是我還是要分。我們沒有未來，我怕會傷害你。好厲害哦！好奇怪的人，你們都可以去當演員。所以他們另外一半的人就覺得更受挫啊，他心想說：你都那麼難過，那為什麼要分呢？我也沒有要分啊。對，我沒有要分。這完全更害怕，更那個，因為太靠近了。哦。下一個的話是。也有很多人是分手自定義，你們覺得這是不是回避型？他已經跟這個人辦婚禮了，然後就後來已經辦婚禮了，辦婚禮以後過程的時候吵架，他們分居，就辦完婚禮以後沒有登記，他發現他交新女友，他問他說，什麼意思？辦完婚禮交新女友，但沒有交了一個新女友，他就看到他交了一個新女友，然後質問他說，我們已經辦完婚禮了，你在幹嘛？他說：“我們分居就是分手了。”這是垃圾吧？這垃圾是純粹垃圾。這不是回避型人格，這已經是交叉型了。他都沒有跟你確認的。對，沒有，這太奇怪了。最後一個是大家很常會說的，就是他們這些回避型的人消失之後，但是半年後都會再出現。半年啊？接下來的時候發現他用小賬一直來看我。然後或者是就是消失，全部都是半年以後，就是說要不要繼續當朋友？因為當朋友對他來講是最沒有壓力的事情。但我們的粉絲全部都再次沉船，這個再次沉船 ，yes， 范沉船7次，7次，他沉船7次，什麼？是同一個人嗎？海角7號嗎？你同一個人7次，對。那你要記得一個金句啊，不要為一個男人等7次，你是要17個男人。有這個金句嗎？有啊，那個金句是10個，他就說你不要你不要給男人10次機會，你要有10個男人。還有說什麼你不要左右為難，但你可以左右都是男人。這個系列金句啊嘛。總之就是你不要內耗，內耗就是別人。但他也會問說，那這些人就分手，一直開小賬來看我是怎麼樣？你就給他看，他就愛看，就讓你看個夠，看到死。他還是很關心我啊。他關心看就是看，沒有他關心，但他會傷害你。你不要把傷害你的人留在旁邊，儘管他看你動態 No.1，
不行。現在這個距離是最好的。然後最後一個的話是回避型的本人，來，王婷，其中一個，來，這才重要。好 ，Maple 的话，他是说，只要有人打電話或傳訊息的時候，其實我內心都會超害怕。另外一半想要跟我認真討論一些未來或什麼事的時候，我其實都很抗拒。遇到衝突，我選擇的都是不回復跟冷處理，不是因為怎麼樣，而是因為我很害怕面對這個衝突。我希望如果不去面對的話，可能就沒有衝突了。可是分享心事有什麼好衝突的？他可能會是說，你可不可以更做什麼事？我希望你，我覺得你給我更多情緒價值。對啊，你是不是可以給我更多情緒？這種被嫌棄或被要求，他想說，那我是不是做的還不夠好？那我是怎樣？那我就先他說都不是不在乎，而是他很害怕，什麼都不想要說，只想先躲起來。那你為什麼要談戀愛呢？对啊，如果你什麼都怕。对啊，我跟你来，我想問一下所有回避型人，你們在下面留言，你們夢想的愛情到底長什麼樣子？事實上，一周聯絡一次，然後一天回一次訊息嗎？我們好奇，因為我目前收集到大陸，比如說他原本最舒服的是一周一次的聯絡，但他也在求一個可以讓我走進真正親密的人。什麼樣的人類，什麼樣的相處讓你不害怕？是不是你同樣也跟你一樣是回避型的人？可是我覺得他们会不會覺得，這個人也又離我太遠？對，回避型搞不好覺得很舒服啊。應該是可以大接受他想要任何時刻的他。一天一次你 OK 嗎？不行，一天。我那天之前還在那邊說什麼？現在電話都是我在打所以我就說，我就是很焦慮，我其實是比較焦慮。你現在嗎？你長這樣，對啊，我都會說，可是如果對方都有接或者回得很熱情，語音不行嗎？這就是焦慮型人最痛苦的。焦慮型，當你開始焦慮的時候，如果你會自我察覺，你就會發現你在找一些證據來證明你的想法是真實。可是你們都已經穩交那麼久，但是你要知道，那是你的執着跟想象，所以這就是焦慮型要克服，要練習克服，就像回避型也要去克服自己的回避的東西。不可思議，你長這樣要焦慮什麼？就跟長相沒關係，寶寶哥是沒 care 啊。自己接，我跳這個坑。沒有，因為他們對我來說都是頂端的人。智慧，他們兩個都是頂端的人。寶寶哥，你 care 嗎？一個是智慧，一個是需要智慧。可你會去，比如說，溝通嘛？你剛才講說，為什麼都是我？第一個我會想到我要溝通嗎？因為如果對方實際上他並沒有真的怎麼樣，我為什麼要去把我自己內心的這個屬於我的問題丟給對方去解決呢？可是當你沒有想到這個，你只是一昧的覺得說對方就要接住我這個情緒，對方就要接住我這個情緒，他如果是安全型，他也會瘋掉。對，因為我認為愛不是互相承擔，他可能是互相照顧沒錯，但他不是那種我有問題你解決，我有問題你解決，愛不是這樣子。因為另外一個人也是人，他不是因為有愛心他就得變成你的救世主或是怎麼樣，他不是來做這樣的事，他也是一個個體。你聊得怎麼收尾啊？對啊，回避型到最後他們結論是什麼？也沒有啊，就是這樣。那就希望他們告訴我們，你們要怎麼樣的愛情？對，什麼樣愛情對你們來說是最安全不害怕？因為他們一直提到任何很什麼都害怕，什麼都害怕。對，你在怕什麼？那你們會喜歡打炮嗎？就是他们愛，聽到朋友說的啊。那打炮也不用講，因為打炮不用交心啊，不用交心啊，交深而已，太棒。對啊，不是，可打炮是某種層面的很內心的交流，沒有啊，達到交流啦，但是卻沒有。他們沒辦法語言，他們沒辦法依賴語言，所以他們打炮是安靜。小杰沒有啊，就你說我好硬，你好濕，不就這樣？這哪有什麼？那不用只聊這些嗎？然後今天說，你打炮的時候聊很深入的問題啊。請問一下，你童年有什麼創傷？然後音樂在動，這樣子，然後好傷。真的假的？你看，也有人誤會我在亂聊天。沒有嘛？大家不要再誤會我們。對，沒有，我好奇你們到底要什麼樣的愛才是最安全？我覺得心中的愛是什麼？可能可以從我們這個留言去尋找，可能你如果又不幸遇到一個回避型人格，你們可以用什麼方式跟我們？或者是說，也有就是如果你跟回避型交往很順利的，很順利，或者你沒有，或者你很能掌握回避型人格的，對，回避型人格殺手，回避型人格殺手，对。不是真的殺哦，人家講話都很小心，對不對？就怕大家誤會。講話很小心。對，回避型人格殺手。你說。好，拜拜。